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那随着 Computex 的结束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蛮多的酷东西啊。不过自己的工作还是要顾，其他的时间想说还是先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赶快把它给用完。那这一次的目标呢，是受到了超过33公分的4060钛的启发。那我想要来尝试组一台无风扇的 ITS 主机。之前开放式感觉门槛还是比较高，那不知道40系列能耗比能不能带来一点新的可能。那还有一个动机，当然是来自于 A4000最新版本这个70瓦的绘图卡，它的晶片其实跟4070钛一样，都是 AD104，不过却卖到了58000。那从 NVIDIA 的驱动之中，你可以看到4070钛的功耗上限其实是可以调到100瓦的。那考虑到4070钛是用比较耗电的 GDDR6S，那我在想说风扇拔掉，或许100瓦我可以来试看看。那之前已经拔过了，想说就再拆一次，那准备来装机。CPU 的部分就比较伤脑筋，毕竟下吹式，如果你把风扇拔掉，那一定是不可能的。想破头想想，还是把240的水冷装上去，然后再去除它的风扇。虽然说还是有一颗马达在转来转去啊，不过也没有风切声，水泵也还是安静蛮多的。240的顶置能排一定是有比较多的散热面积，因此我就把之前接电视的那一颗8400的老六核来做这次的测试平台。组装环节是使用 S1 再加上水冷散热器用的加高套件。那这个机壳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，我就不再特别说明了。底部再加贴一点导热贴片，那希望说可以把一部分的热量来加到中间的零件上面去。完成之后呢，我先开始待机测试，先把游戏载下来，待机1小时看看。CPU 跟显示卡都低于60度，看起来很不错。那环境也是完全是背景音，非常的安静。接着开始双烤测试，结果 GPU 破百一路降频到60瓦，终止测试。CPU 的功率在65瓦下还有办法压在90度内，证明被动60瓦还是有办法靠没有风扇的240水冷完成。后来呢，在显卡部分，我把它整个移出来模拟一下开放式的架构，结果一样是降频到60瓦，那差别只是从撑了5分钟改成撑了10分钟。那之前 D15跟 P1 有提到说，无风扇的散热器，它的鳍片的之间的距离也是要够大，缺少风扇下过密的散热片就会像一块金属一样难以散热。之前也有出过240水冷的4070。或许这样子顶置水冷排可能还有点机会，不过因为台湾也没有卖，就玩玩罢了。那如同我之前说的，无风扇这种东西，如果要降低门槛，可能还是要依靠 APU 市场来维持。毕竟一个小电源，你要同时搞2个热源，一定会增加更多的散热器的零件成本。APU 一定是可以比较贴近普通玩家的需求。那这次的分享就先到这了，希望早日可以跟各位带来真正有意义的无风扇电竞主机。那我在剪影片的同时，突然4070太点不亮了，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你自己拆显卡原厂可是绝对不会保固的，要拆记得要三思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